七。昭明啊，昭明，你还识得我吗？只可惜物换星移，你再不复当年锋锐，无意早已面目全非。雨七，人世皆已茫茫，你我纵得重逢，却又复何意？你到底在这儿嘀嘀咕咕些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千年未见，无甚是想念。于七前辈，于七前辈，其实在下一直想问前辈，为何对昭明如此了如指掌呢？无助的见，吾自然了解。啊？事到如今，告诉你们倒也无妨。吾本是天界仙将，也是神剑昭明的铸造者。当初，伏羲与巨鳌一战后，昭明崩碎，伏羲震怒，命吾不得再铸造神剑。吾不服，一心想探寻昭明碎裂之因，却屡遭伏羲老儿阻挠。于是，吾独自下界，遍寻真才，仿铸昭明之法，倾尽心血铸出寒光剑。可惜，寒光尚未出炉，就已出现裂纹。吾一怒之下，自己投入炉中，成了剑中之灵。原来寒光和昭明均是前辈所造。雨七，我听你说过，唯有生灵训剑，方能化出剑灵。原来你就是打造神剑的天界仙将。于七前辈，你也太过执着了吧？这几千年来，吾终日思索昭明寒光碎裂之因，却始终不得其解。或许，吾注定要抱憾终身了。雨七，昭明剑到底是由什么材料铸造而成的？乃是天界至强之力的星屑和玉魄。小子，为何突然问吾这个？哦，玉魄我曾经买到过一些，应当是人间最坚固的材料。可是这个星屑，它到底是比玉魄强还是弱呀？玉魄不过是昆仑之巅的霜雪精魄，而星屑却是周天清气所凝，包含着上古神奇和盘古余威，更是强过玉魄100倍。难怪啊！小子，有话直说。竹笋包子号的动力来自于岛灵栓，岛灵栓的外壳是由钢铁所制成的，而它的核心部分却采用了更具韧性的柚木。因为两个坚硬的东西每天相冲相碰，大大加快了损耗，岛灵栓就容易折断。所以师傅当初才会选择用木头制作岛灵栓的核心部分。眼术和铸剑术虽然不同，但大道相通。我想这个道理，铸剑术应该也是相通的吧。凡间木石柔脆，不及天界金铁牢固。何况昭明内有强悍剑心，自能统辖诸般刚猛之力。怎么会啊？剑心、玉魄、星屑，你让这3个都能维持平衡，那也太难了吧？这世间一般的事物越是强猛，越是难以维持平衡。你想啊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其中一个强了，另外一个弱了，那不就全乱套了吗？强极则辱，刚者易折。这也是我看完竹笋包子号的建造图纸后才悟出的新道理。强极则辱，刚者易折。痛快，真是痛快！这几千年来我想不透也不敢想的事，如今总算有个了结。可这一迟就迟了几千年呢。好在，终是来了。哇，小叶子，你好聪明啊！仙女妹妹，今天才发现啊！我也是今天才发现，原来你比木头要聪明一点。文人，有你这么夸人的吗？愿兄假以时日，定能将谢前辈的衣钵发扬光大。一泽，哎呀，还是一泽会说话啊！一泽，岳兄，2个大男人就不要搂搂抱抱了。奇怪，
按理说应该快到岸了，怎么还看不到广州城的踪影啊？哎，那边是在下雨吗？那并非是雨，那片黑云所在，恐怕就是广州城。怎么回事？广州城怎么会变成这样了？这情形和朗德寨一模一样。刘月成还是迫不及待出手了。糟了，团子他们还在城里。走。团子，月公子，披尘姑娘，披尘姑娘，来。碧晨姑娘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昨天晚上团子突然发疯了，见人就咬，见东西就砸。不光是团子，一夜间，整个广州城的人都好像得了失心魂，他们自相残杀，已经有好多人都遇害了。那现在团子和石白子前辈呢？团子跑出了客栈，石白子他追了出去，他们俩到现在都没有回来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们这就去找团子和石前辈。披尘姑娘，你就在房间待着，哪儿都别去。啊，走，好。走。不要离我太远，否则甘露当的氢气不能覆盖。别伤了他们！别担心，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。走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救我！救命啊！救命！不要过来！求你们别伤害我！你别害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你不记得我们了吗？是你们？是，老板娘，放心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岳公子，夏公子，石前辈，石伯伯前辈，，哎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那就好。哎，这不就是那个西域奇花的味道吗？样子虽然变了，但是味道还是一样的味道。这不是榉木枝吗？榉木枝，这是榉木枝，是刘月成把广州
变成这个样子的。看来眼下我们只有除掉这些榉木枝，驱散魔物，广州城才能恢复正常。我们尽快找个安全地带，把这些尚有神智的百姓安置好。先回船上，走，走吧。阿软，老板娘她怎么样了？哎，阿软，驱动甘露灯需要消耗大量的灵力，一泽，别担心了。自从有了玄血藻晶之后，我的灵力流失已经很慢了，这点灵力不要紧的。可是，放心吧。温然，你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刚才被碰了一下，我天生就不怕疼。胡说，哪有人天生不怕疼的？是真的。记得我15岁那年，跟队伍去秦岭降妖，我背上划了一道1尺长的大口子，流了好多血。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疼，要不是别人提醒我，我还不知道呢。以后别再说这种傻话了。你不疼，我还心疼呢。温然，你看，这些黑气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阿软，你感觉还好吗？一点事儿都没有。玄血藻晶真的太灵了，我现在动用灵力，再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。那就好，可也不能大意，平时还是少用法术为妙。嗯。一泽、阮妹妹，你们快出来！天哪，好强的魔气啊！魔气怎会逆风刮来？这可如何是好？甘露汤，试试甘露汤。阿软，仙女妹妹，一泽，你们2个就留在这里照顾受伤的人。我和文人去清除广州城中的榉木枝，并且搜寻团子的下落。石前辈能分辨榉木枝的气味，还要请前辈领路了。没问题。小叶子，文人姐姐，你们没了甘露当护身，很可能会被魔气影响。放心吧，我们快去快回，一路小心。走，走。
岳公子，温润姑娘没事，咱们走吧。没错，就是这儿，那股花香味儿非常浓。前辈，我没事，岳公子。进去吧。岳公子，你看，好，走吧。这边。岳公子，文润姑娘，就是这里。石前辈，现在还剩下多少曲目之？我能感应出来的还有23处，得加快速度了，赶在被魔气控制之前。我们要清除所有的举目之。对。原来是个孩子。别怕。我们不是坏人。团子，我是无意啊！团子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先扶团子回船上。好，孩子，来，走。哎呀！快走！阿软，你在干嘛？我要帮一泽。不，你不能再消耗灵力了。不行，我不可以让一泽这么辛苦。阿软，岳兄，来坐。
团子，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团子呀，你可真要减肥了，再这么吃下去，我有心救你，也扶不动你了。哎，我想把孩子送进船舱里去。仙女妹妹，试试用甘露当做氢气，医治一下团子。好。阿软，怎么样，还是不行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氢气一进入团子体内，好像立即就被一股不知道什么的力量给吞噬了。团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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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月成的人，想不到你们本事倒不小，浪费了我这么多力气。是你把团子变成这样的？是又如何？那我们就杀了你，团子自然就能恢复。再过一会儿，你们就会像外面的人一样，疯狂、嗜血、丧失心智。到时就怕你们杀不了我，反倒自相残杀起来。这艘岩甲船就是你们最后的丧身之所。你竟然会刘月成的法术？我会的还多着呢。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，你接下来如何抵挡我这一招。团子，公子。
团子，老师，月公子，我刚才是不是伤到你了呀？你没有伤到我，团子，我没事。对不起，你别说话呀，团子，你撑住。我刚才控制不住我自己。团子，我没事。你们说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！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我当时就知道，我们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。我没猜错。对了，以后你们要照顾好这艘严甲船。小团子，你们说我怎么不疼了啊？哎呀，我衣服脏了，我把我衣服弄脏了。对，就是衣服弄脏了，团子。没事，我送你的衣服，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弄脏了。团子。团子，团子，小团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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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不是说好了要平平安安的吗？团子，团子，团子，属下无能，自愿一死。此番苟且返回流月城，是为了告诉大祭司和七杀祭司，广州一役有4人从中作梗，他们实力莫测，其中1人还精通流月城的法术，切要防范这几人。大祭司、七杀祭司，保重。你是我制造的傀儡，若要死，也得由我下命令。下去吧。谢大人。属下擅自做主，饶他一命，还请大祭司恕罪。流月城正是用人之际，12向来忠心，此时留他一命，往后必有可用之处。至于他的过失，由我来弥补吧。此事你不必放在心上，本座自会处理好的。3日不见，这邪异之徒还真令我刮目相看。说实话，这猫捉老鼠的游戏玩多了也就腻了。
既然他们将所有的昭明碎片搜集齐了，也就失去活下去的意义。我一定不会让团子白死的。石伯伯，披尘姐姐，你们今后有什么打算？一转眼，我们都漂泊了10年了，也累了，所以我们打算留下来，帮助广州重建，也算是对团子的一点祭奠吧。是啊，我们的法力地位，想对抗刘月成这样的大师，也出不上什么力，更不用说为团子报仇了。这艘掩甲船便送给你们了，希望他以后能为你们出点力。这怎么使得？这艘掩甲船本就是谢一大师亲手打造，团子又是团长，相信他们在天有灵，也一定愿意将这艘掩甲船交给你们保管。碧晨姑娘，这夏公子不必推辞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们去收拾一下。吴玉，来，这是之前答应送给你的。哇，团子，这是熊猫服哎，你还记得呀？那当然了，谁让我是好汉一团的呢？再说了，咱们俩是好朋友，喜不喜欢啊？哎，这儿还有包包哎！对对对，跟我的一样。你竟然会顺滑之咒！为何咄咄逼人？你究竟是何来历？我在大祭司身边100多年，竟从未见过你。我的身份，你无需知道。今天我一定要弄个明白。华月，你何时变得如此大胆？主任，有何新的动向吗？启禀主任，从极之院内发生了强烈震荡，如无意外，他们应是有了进展。哈哈，谢一之徒总算没有让本座失望。现在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要尽快的拿到昭明剑。是。岳兄，你后背的伤还没好，还是早些休息吧。明日一早，我们还要前往百草谷，与秦百强商议进攻刘月成的事宜。小叶子，你就算一直这样待下去，团子也不会死而复生的。你应该振作起来，等我们登上了刘月城，才能给团子报仇啊！岳兄，就算不顾及自己，文人姑娘陪你站了很久了，滴水未进，
总该替他想想吧。温然，对不起啊，我别说傻话了，心里好受一些了吗？我们进去吧。诸位，请留步。什么人？大家小心，他身上有股很强的杀气。在下初期，奉刘月成大祭司之命，特来取回昭明剑。哎，他怎么会知道我们有？别说我们没有找到昭明剑，就算找到了，你以为我们会给你吗？好快！他竟能瞬间气阵穿梭。我早知道你们找到了所有的昭明碎片，交出来，我或许会考虑饶他一命。不要给他！碎片不打算给是吗？没事吧？小心，他会回来的。难怪12会败在你们手里，倒是我轻敌了。大家撑住，他不能一直维持这样的速度。你错了，我只会更快。伊桑，仙女妹妹。谢依哥哥，师傅，你还活着呀？怎么可能啊？我们遵循你的遗愿，千辛万苦寻找昭明，而你却为沈烨卖命。
我追随大祭司多年，从未私行授受。师傅一说，从何说起？不对，我们在捐毒时，亲眼看到沈烨一刀斩下谢前辈的头颅。这个人不可能是谢前辈。这个人满身杀气，身上没有一丝一毫谢前辈的气息，肯定又是刘月成的诡计。无意，阮妹妹，千万不要被他迷惑了。不对，顺华之咒，在这个世上，只有我和师傅才会。他真的是谢意哥哥？胡言乱语！下界之前，我从未见过你们4人。那为什么你的声音、样貌、招式，跟我师父一模一样？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？难道说，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？没错，今日种种，均是主人一手布局的。月华之力尚未恢复，只能传送到这里了。师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怎么可能？谢意哥哥怎么会骗我们？又怎么可能对我们拔刀相向呢？无论其中是否有隐衷，眼下他都要夺走昭明剑，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。是，我们赶紧走吧。这城中还不知道有多少刘月成的眼线。走走。困兽犹斗，毫无意义。昭明剑是我对师父的承诺，绝不会让你拿走。沈烨，刘月成大祭司。斗了那么久，原以为你们有所长进，你们太让本座失望了。主人，沈烨，你对我师父到底做了什么？他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你们根本没有见过真正的谢意，若非本座精心策划，你岂会拜谢意为师？又岂能乖乖的去寻找昭明神剑？师父，这是真的吗？难道你一直在利用我们？你们用尽手段，实在是卑鄙！那又如何？就凭你们几个人的本事，能拿本座怎样？对野师而言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在这个世上，有太多事情你无法预料。就像当初，你也没有料到，我师父会背弃你吧？哼，差一点我就要相信你了。师父他一直在利用我们。刚才我说到谢意背叛你的时候，你的脸上显出怒气，你已经把自己出卖了。沈烨，初期和我师父究竟是什么关系？蠢货！你认为自己是眼师，可你始终未察觉到你们之前见到的根本不是谢意。不是谢意？那我师父到底是谁？就是这样，刀。什么？眼甲刀10年前，谢仪为寻找昭明碎片，自知难逃一死。为了保存眼术，他将自己的学识和部分记忆
封存入一尊岩甲人中，也就是你们之前看到的谢衣。你是说，我们在朗德寨遇见的谢衣哥哥，和之前遇到的谢衣哥哥，不是同一个人？难怪，通天之气中，谢前辈说，他接受过魔气熏染。莫一大师也说过，谢前辈身上有魔气。可是我们见到谢衣前辈的时候，身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异样。怎么可能？就算眼术再强，怎么可能造出和常人一模一样的眼甲？本座其实也不明白，为什么谢衣竟会掌握白骨生机之术。白骨生机，这世间竟有这样的神术！若非如此，10年前明川在你手臂上留下的魔气伤痕，岂能轻易便抹去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明明说过，这世间除了生命，不可能有任何的东西能为岩甲提供永远的动力。生命是不可复制的。真正的谢衣，你们并未见过，对他的眼术又能知道多少？那真正的谢衣哥哥现在在哪儿？真正的谢衣在10年前，在凉州郊外，我将他捕获。本座毁掉他所有记忆，只保留了一些法术和眼术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他早已死了。10年前，凉州郊外。原来在那个时候，师父就已经……那初期是真正的谢伯伯了。应该说，他曾经是谢衣。你太残忍了！谢衣哥哥那么仁慈宽厚的人，他宁可死，也不愿被你改成工具去杀人的。残忍？我残忍吗？当初我把谢衣捕获的时候，我曾经问过他，你心里有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恨？他却回答我，旧日种种如船而逝，何必重提？我栽培他这么多年，我甚至想把猎山部和整个流月城交付给他，他就告诉我，往事不用再提，与本座恩断义绝。那他对我不够残忍吗？哪怕我再残忍100倍，有何不可？你当真不可理喻？难怪，当初我们请求谢前辈随我们一同去西域，他百般拒绝。我真不知道谢衣是如何考虑的，竟然让那岩甲人深信自己就是谢衣，直到头颅被砍下那一刻，还在以谢衣的身份维护你们，以谢衣的身份去赴死。以谢衣的身份维护我们，以谢衣的身份赴死。好了，你们的疑惑本座已经替你们解答完了，你们可以安心上路了。
这把昭明剑已经觉醒，需要用人来击剑。楚奇，不，谢依，替我杀了他们。 楚奇，替我杀了他们。是，主人。谢依哥哥，等等，你杀了我吧，我的命给你，你让他们离开。月兄，无意，小叶子。 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怎么会丢下你一个人？大不了我们和他拼了。他可是谢依，我们打不过他的。我的法术，还有眼术，都是谢依教给我的。我的命，你拿去吧。这一切因我而起。 也应由我了结。看在我曾是谢依徒弟的份上，请你让他们走吧。谢依之徒，你既然想以命换命，那本座成全你。楚奇。 杀了他！阿软。 看样子，他们没有追过来。阿软妹妹怎么样了？灵力尚且平稳，但愿没有大碍。我已将我们几人的灵力踪迹掩盖了，他们短时间内不会追踪到这里。我们还是先回客栈安置好阿软，再从长计议吧。都怪我，这一切。 都怪我，无意。要不是我带出寒光，一意孤行要找谢依，也不会把大家牵扯进来，更不会看着师父死掉。月兄，你没有必要过分的自责。这一路发生的种种，谁又能预料得到呢？ 重要的是，我们人还在，命还在，便还有机会报仇雪恨。要对付刘月成，就要跟师父对立。我宁可他一剑杀了我，我也不愿意用他教我的法术和眼术去对付他。岳无义，我们一路走来，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了。 与其自怨自艾，还不如面对现实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时间与懦夫纠缠下去。眼下，最重要的是找机会夺回昭明剑呢。你若是想明白了，就来客栈找我；想不明白的话，我劝你趁早逃回长安吧。 无意，
文然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对不起，阿软，我答应过你，要对大家隐瞒你灵力流失的事情，可我却始终骗不了我自己。我们往下走的每一步，都是在拿你的性命在赌。你醒了？沙一泽，我可是神仙，耗费这一点灵力不算什么的。哦，对了，西前辈为你调制的滋补草药还有一些，我这边去给你煎药，啊。一定要喝药吗？你要是让我放心，就必须喝。哦，好吧。乖。你怎么还不走？不管你想待多久，我都会陪着你。你为什么要陪我呀？为什么？一泽说的没错，我是个懦夫，是个窝囊废。师父为什么要把印记给我？我算什么呀？从小到大，我文不能文，武不能武，爹娘也由着我胡闹。师父为什么要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？文然，岳无义，你睁大眼睛好好看一看，刘月成把广州城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如果不是你及时阻止，全城的百姓连命都没有了。如果按照刘月成的计划，整个下界都将会变成广州这副样子。那时候，无论是谁，都避无可避。刘月成，神爷，师父，朱祁，文然，我脑子一团乱。我现在完全不想再跟他们纠缠下去了。无意，我明白你的感受。如果和刘月成敌对下去，便要和初期一决生死。但是初期，即使他什么都不记得，但他那副身躯，那确确实实就是谢依啊！你让我怎么说服自己，去杀一个跟师父一模一样的人？初期他不是谢依。无意，如果要辩说清楚，你在朗德寨遇见的眼甲谢依，才是你过去一直向往的那个人。文然，你怎么会这么说？真正的谢依，为了阻止沈烨用举目残害下界，叛逃出了刘月城。为了消灭心魔，终其一生寻找昭明剑。这些意志，他都传给了眼甲谢前辈。刚才的初期，不过是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罢了。
你在朗德寨遇到的岩甲谢前辈，才是你真真切切的师父，而不是那个空有其表的冷血杀手。你还记得谢前辈临终前的嘱托吗？找到昭明剑，阻止柳月城。本人，谢谢你。哎，苦死了，苦死了！怎么了，阿软？糖不甜了吗？原来谢衣哥哥，在把我封入石箱后不久，就遭了刘月成的毒手。难怪我们在极山故居重新见到谢衣哥哥时，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谢前辈的死，我也很难过。当年是他将我从巫山捡了回来，教我读书、识字，待我像亲妹妹一样，还让我见识到了繁华热闹的人间。可如今，他却变成了这副模样。阿软，也许这么说会很残酷，但是我还是要说。你认识的谢前辈，他已经死了。你刚才看到的那个人，他叫初七，并不是谢衣。虽然在朗德寨遇到的谢衣哥哥和之前的不一样，脾气秉性也完全不同，可一路相处下来，我已经把他当成真的谢衣哥哥了。绝不会原谅刘元成，绝不会原谅沈烨。他竟然2次杀死了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人。温然，你说宜泽会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啊？一泽只是太担心阮妹妹了，所以说话才会急了一些。况且一晚过去了，也应该冷静下来了。阮妹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动不动就晕倒啊？没事的，文人姐姐，你不要担心。我就是打架打累了，想偷个懒，让宜泽背我回来呗。哎，初七和沈烨行踪不定，实力高深莫测，我们到底该如何夺回昭明？
于七是昭明的铸造者，对昭明了解甚多，不如把他叫出来问一问，说不定会有追踪到昭明的方法。小子，其实倒也不必非要追回昭明剑，还有其他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说来也简单，记得我说过的昭明剑心吗？找到他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昭明剑心，剑心也能破开伏羲结界，消灭心魔丽婴吗？剑心比剑身的威力强过100倍，我敢担保，昭明剑身能做到的，剑心自然也可以。那于七前辈可知道剑心的所在？上次我随月小子进入通天之气，发现神农留下的秘术中有一种叫做寻梦的法术，它可以催动生灵进入久远的记忆。软丫头与昭明碎片相互感应，或许能记起些什么也说不定。只是寻梦乃上古神术，一旦施法不慎，受术者可能永远也无法醒来。前辈，在下一骨之时，浑身剧痛，有如骨肉分离，尝尽了煎熬。敢问这寻梦之术，是否也会让阿软感受到类似的痛苦？上古秘术力量十分强劲，软丫头体质纤弱，未必能够承受住，且成败也在未定之天。如此，还是算了，我们还是另寻他法吧。还会有其他线索的。一泽，我想试一试。绝对不可。此时此刻，那个大祭司说不定已经拿着昭明剑身回到流月城了，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大家努力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不能因为我而放弃啊！一泽，你不要小瞧人，你能忍过一骨之痛，我才不会输给你呢。阿软，你可知……哎呀，一泽，求求你了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有事的。我答应你，只要有任何不适，就立刻停止施法，行吗？拜托。岳兄，对不起，先前我担心阿软的伤势，心浮气躁，错口说了些重话，可那些并非在下的本意，希望你能够谅解。一泽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是很幼稚，也很懦弱。岳兄，岳兄，我们4个人能够一路走到今天，都并非懦弱之人，只不过凡人总容易被情感左右，而在下也并不例外。一泽，多亏了你跟文人骂了我一通，我这才回过神来。其实我知道，你心里比我们每个人都要更苦楚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婆婆妈妈了，2个大男人，啊，赶紧找吧。好。
女妹妹，任妹妹，阿软，仙女妹妹，任妹妹，阿软，剑心就在巫山。谢谢。阮妹妹和昭明之间究竟有什么因果？我也不知道。或许这次去巫山，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了。哎，不如我们明早就出发吧。仙女妹妹，你身体还很虚弱，既然已经知道剑心的位置了，那多休息几天再出发吧。哎呀，我睡一觉就没事了。小叶子，不许看不起本仙。阿软，听话。哎呀，别啰嗦了。好了好了，本仙现在要休息了，你们也快点回去歇着吧，不用陪我了。走吧走吧，快去吧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哎呀，没事了，快歇着吧。好了，你们快走吧。阮姑娘，此金石能还你灵力流失，切记，万勿再轻易消耗灵力。灵力流失越快，金石将随之碎裂。小鸟，小鸟，小小鸟，小鸟，小鸟，小小鸟，你醒了。刚才小溪看到了一只紫色的小小鸟，好美好美啊！可惜一转眼它就不见了。小陈去帮小溪找找好不好？可是，刚才小溪是在做梦呀。才不是做梦呢！小溪真的看见了一只小小鸟，它的羽毛是紫色的，眼睛也是紫色的，叫声像铃铛一样脆，还会自己飞。不管不管，小陈去帮小溪找嘛。好吧，那我去找找看。刘月成，哪有紫色的小鸟啊？唉。静平姑姑好。小陈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刘月成，哪有紫色的小鸟啊？刘月成终年寒冷，除了岩甲和幻术造出的飞禽，哪会有活生生的小鸟啊？小溪梦见了一只紫色小鸟，很是喜欢，我想给它抓一只来。早年间，七杀大人倒是给西小姐做过几只岩甲鸟，我去帮你找找，你在这等我啊。好，谢谢静平姑姑。不谢。是刚刚的小小鸟。小小鸟，你要去哪儿？等等，小溪。小小鸟，小小鸟，你要去哪儿？等等，小溪。小小鸟。小鸟，小鸟。
姐，你醒啦？小溪，夜这么深了，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？小溪想和那只小小鸟做朋友，可是它一直飞，小溪追着追着就过来了。对了，哥哥很想念苍明姐姐，要是他知道你醒了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小溪这就去告诉他。小溪，还是让姐姐自己去告诉他吧，想必他会更高兴的。小溪还是暂时先替姐姐保守这个秘密，好不好？小溪听苍明姐姐的。小溪真乖。小溪追了这只小鸟这么远，肯定很喜欢它吧？是呀，小溪还只在故事里听过活生生会飞的小鸟呢。苍明姐姐，能把小小鸟借小溪玩一会儿吗？一会儿就好。这个嘛，这只小鸟可是姐姐的宝贝，可不能平白就给了你。啊，可是小溪真的很喜欢它呢。那这样吧，如果小溪愿意用胸前这枚宝石和姐姐来换，姐姐就将小鸟换给你，好吗？这个，就是它。不行不行，哥哥说过一定不能摘下它。可是这只小鸟多漂亮啊！姐姐就是借这块宝石看一眼，然后就还给你。小溪不再考虑一下？好吧，苍明姐姐，你只看一会儿就还给我，不然被哥哥发现了，他会不开心的。好。小鸟，小鸟，你快过来！啊！小溪好痛！哥哥，苍明姐姐，快来救小溪！小溪，抬起头，让姐姐看看你。小溪今晚去看星星了，没碰见任何人，也没发生任何事，对吗？对，小溪什么也没有遇到。那快回去睡吧，等明天醒来，小溪又会变成平常的小溪。是，小溪这就去睡觉。过了江陵北上，应该就是巫山了。可为何航行如此之久，还不见巫山的踪影？我去主控室看看，别是无意粗心大意，使错了方向。哎，等等，你们看那儿。巫山。这里就是巫山啊！和我记忆中一模一样。从这穿过去，应该就能到巫山了吧？试试便知。走吧。
这里设置了一道灵力结界，该不会和从极之渊一样吧？住着修为高深的妖灵，所以设了重重结界。我能感受到巫山中有很强的灵力，但和一般的妖灵气息不同，更像是仙力。不如我试试把结界打开吧。一泽，让我试试吧。不要逞强。阮妹妹和巫山果然有渊源。我们快走吧。广州举目悉数遭毁，大祭司打算怎样弥补我？你有何打算？请大祭司向下界最繁华的都城长安投放巨木，否则我小小一介新王，力量可不足以使整个猎山路染上魔气。到底是什么地方呀？这么壮观啊！看样子，这里以前是座宫殿。这棵花树好熟悉啊！阿软，在想什么？真正的喜欢，一次只能是一个人吧？在下料想，应该是吧。阿软，为何突然问这个？我刚想起来，我曾经好像非常喜欢思优，可我喜欢的人明明是一泽你呀。我心里突然感到害怕，我怕我要是记起以前的事情，会不会就变回以前那个我了？会不会就不再喜欢一泽了？怎么办？阿软，你饿吗？啊？果然不饿。不饿才会有心思去想这个。喂，我在很认真的难过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看得出来，只是这种事，要我怎么说呢？我要是劝你忘记前人，那是小人行径；要是劝你不忘吧，我又心有不甘。与其左右为难，我宁可不想。况
况且，如今的我实实在在站在你面前，我就不信会输给数千年前的一个影子。一泽，仙女妹妹，这个地方错综复杂，大家别走散了，赶紧走吧。走。神女生前未获思幽喜爱，然而她亡故后，思幽却陷入长久的自责。为什么思幽大人不接受神女姐姐啊？思幽大人，他本是影族的族长。影族追求力量，嗜好杀戮，唯一的弱点是不能受阳光照射。上天惩罚影族，天地连续出现了3个白昼，垂死的族人将灵力传给思幽，思幽成了影族唯一存活下来的人。历经劫难与灭族，思幽懂得众生皆苦，也开始有了悲悯之心。在神农的帮助下，思幽被渡为仙身，派去巫山保护和陪伴神女。其实思幽并非不喜欢神女，只觉得她太过温暖灿烂，像天际永恒燃烧的太阳般美好，而自己却属于黑暗。他内心有太多的郁结与伤怀，自认不配与神女比肩。思幽大人真傻，喜欢就要说出来呀，否则哪天像小溪这样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，该多可惜啊！是啊，喜欢一个人，哪有是非对错可言？哥哥。哈哈哈，来，小溪啊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这是我专门找人从夏界给你带来的。刚才你们说什么呢？谁喜欢谁呀？我刚才给小溪讲思幽与神女的故事。华月姐姐，你这个故事都已经讲了多少遍了？小溪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自从小陈教我记日记，小溪能知道每天发生过的事。华月姐姐，我太喜欢思幽和神女姐姐的故事了，能再给我讲一遍吗？只要小溪喜欢，华月姐姐每天都讲给你听。华月姐姐对我太好了。对了，属下有话想跟大祭司说。小溪，你乖乖在这玩，一会儿我过来看你。找我什么事？大祭司真的打算向长安投放举目。广州城的动静闹得很大，已经引起了太华观、百草谷等诸多修仙门派的注意。若长安一遭举目荼毒，人界恐怕会联手反抗，攻进流月城。如果现在停手，理应将停止以魔气熏染剩下的族民。更何况下界那些人若无昭明剑，是无法隔开父系结界。现在流月城已箭在弦上，没有退路可走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此事不必再议了。华月，你立刻率领族人展开迁徙行动，先将成功熏染魔气的族民送去龙滨宇，
再派人加以守卫，12个时辰轮流守卫寂静之间。丽英一旦有任何异动，即刻来报。属下遵命。记住，我们拿到昭明剑的事，绝不能让丽英知道。大祭司，昭明剑心是否已有下落？谢衣之徒已经起身寻找，此事你就不必操心了。是。一泽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啊？大家有没有察觉，这里弥漫着一股哀婉的灵力气息？一泽，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一泽，你说嘛。这尊石像，以及这周边的布局，还有哀婉的灵力。若在下所猜不错，这应当是一座木塔。一泽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地方是一座坟墓？也就是说，这里是我死后住的地方。我果然曾经死掉过吗？不会的，阮妹妹，过去的很多事你都忘了，或许木塔里是别人呢。我记得很清楚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一石一峰，我都这样熟悉。我还记得，当初偷跑到巫山上玩，被神农神上发现后，气得吹胡子瞪眼的。阿阮，我们能看见你，听见你，能触碰到你。你明明活生生的，好好的，不要怀疑。阿阮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，阿阮？仙女妹妹，你能看懂石碑上的文字？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阿阮，这上面的文字我也认不太全，大概意思是说，我巫山神女喜欢上了仙人思幽，向思幽表露心意，可惜思幽却不肯回应。没过多久之后，巫山神女就怎么了？就死去了。什么？真的死了？我真的已经死了。
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阿软，你看，这上面还有很长一段文字，要不先往下看，或许还有别的解释。可惜，这上面大部分的文字我都记不太清楚了。于七，这是上古之时神农所创的天界古语。天界古语，莫非就是师尊曾提及的上古诸神所用的文字？不错。于七，这上面的文字你认识吗？待无一事。原来竟是如此。这上面写着什么？快告诉我。这块石碑上还残留着雕刻者的一丝神力。祷文的内容，你们自己听吧。生者有时尽，逝者永难追。这茫茫浮世，万物皆有尽期，生老病死，悲欢聚散。纵是仙神，又何曾例外？声音是从石头里传出来的。可这个声音又是谁的呢？这个声音，我记得，这是神农神上的。当年天竺倾覆之灾初平，大地圣灵凋敝。帝皇女娲以土为质，将命魂牵引其中，新的人与兽适才诞生。然大地生灵无穷无数，即便女娲神力广大，亦不免渐生疲惫。禹因此而希图另谋创生之法，虽以辟邪之骨制造一具仙人躯体，却始终无法使其具备情志。此时恰逢神剑昭明崩碎，而机缘巧合之下，禹察觉其剑心似有化灵之兆。剑心，昭明剑心，难道是被神农拿走了？小子稍安勿躁。可惜剑心业已碎裂，不复当初。禹向伏羲索取剑心，以神力将其拼合，并置入仙人的体内。仙人自此方有知觉七情，亦如常人。因其常往下界游玩，游喜巫山山水，故获赐名巫山神女。什么？我们要找的剑心，就是仙女妹妹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如果阮妹妹是剑心的话，于七前辈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吾是神剑昭明的铸造者，若阮丫头是剑心的话，吾早就察觉了。如果我不是剑心，那剑心在哪儿？要是找不到剑心的话，那我们……仙女妹妹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找剑心啊？先听神农把话讲完。神女毅力聪慧，深得众仙神喜爱。可惜以剑心代替魂魄，违逆自然天道，并非长久之计。或因心绪起伏，神女体内剑心重有四散。于百般不救而不得，终究只得坐视其衰竭而亡。弹指之间，令其诞生又复夭折，历经世间诸苦。可见仙神若有一念之私，便将贻害无穷。神农神上到最后，果然后悔造出了我吗？阿软，神女寂寞，于念及其生前留恋巫山草木，便将能回溯记忆的三世镜封入此时，佐之神力，以神女生前种种意念为基，于巫山山体内修成神女墓。
念之愿起死复生，东流万代无回水。予以一线神念驻留此地，愿同经历桑田沧海，以全心头憾愤。背负世间生死，百身莫待，万劫难赎。如无魂不魄，难及全相，未知归于何处。如若有灵，可愿相告，上下无女。这就完了？那阮妹妹是谁？按祷文上说，巫山神女早就已经故去了。三世镜，三世镜能回溯以前的记忆，或许我能从中找到答案。阿阮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还是不要去追寻答案了，好吗？我们这就离开此地，天涯海角，总有我们的容身之处。你是谁，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现在好好的活着，对吗？我们好不容易走到这里，况且我也想弄清楚自己到底是谁，而且还有剑心的下落，我不想放弃。能有你们陪着我，我心里一点也不害怕。不管答案是什么，我都能承受。怎么了？原来是这样。阿阮，你到底看到了些什么？我们进木塔吧，答案就在里面。但是，不管一会儿看到了什么，请你们都不要害怕我。这是最后一个秘密了。能和大家一起走到这里，真的是很难得的缘分呢。能认识你们，我很开心。走吧。哥哥说，现在开始迁徙了，将一批成功熏染魔气的族民送去龙冰屿。很好，消息真快。他还说了什么？拿到了昭明剑的事，一定不能让丽英知道。什么？神也已经拿到了昭明剑？还有，谢衣之徒已经去找昭明剑心了。昭明剑还有剑心吗？看来大祭司这回是要赶尽杀绝了。拿到剑身还不够，居然还要找昭明剑心，想置我于死地。如果小溪有件宝贝不想被人发现，你会藏在哪儿？小溪会藏在，
寂静之间。寂静之间。哥哥说，没有他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去打扰苍冥姐姐。小溪真聪明，这偌大的流月城中，最安全也是最隐秘的地方，可不就是寂静之间吗？这些是人还是草啊？怎么都和阮妹妹长得一模一样？这些是鹿草。鹿草。孤瑶之山，帝女死宴，其名曰女尸，化为鹿草。当年神女归葬巫山，剑心也随之葬入神女墓。10年久远，剑心逐渐碎裂，无数残片向外散出，其中有些落地生根，变成了鹿草，吸纳天地灵气，多年以后幻化为人形。每一个鹿草变成的人，都和神女长得一模一样，并灵星继承了她的记忆。很多年前，突发了一场大地动，神木结界开裂，水流倒灌而入。有一枚剑心碎片，从神木顺流飘到了巫山水边，在漆黑的水底待了很久，才变成鹿草。开始拼命汲取周围的灵气。有一天山洪爆发，将它冲到陆地上，生根发芽，最终化为人形。而这枚剑心碎片，便是我。什么？可惜鹿草一旦幻化成人形，积存的灵气便会开始慢慢逸散。等散到不足以支撑幻形，我就会重新变回鹿草。也就是说，只有等到100年之后，汲取了足够的灵气，鹿草才会再次幻化成人形。遇见谢衣哥哥，已是我第3次化作人形了，而且因为没有灵力支撑，连变成人时的记忆也很难留存下来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可有补救之法？小子，若剑心完美无瑕，昭明又为何会崩碎？这其中的动荡，早已是注定之事。阮丫头，当年昭明出城，我便隐约察觉剑心似将化灵。那是我朝思暮想，既与剑灵见上一面，
却始终未能如愿。没想到，过了这么久，终是见着了。可我不是剑心，也不是巫山神女，我只是我是阿阮。阮丫头，吾明白，吾虽助出昭明，但却帮不了你。还有那些鹿草姑娘，古时铸剑师视剑如此，在吾眼中，你们都是吾的孩儿呀。其实剑心碎片化灵，还能变成人，本来就是奇迹啊！既然是奇迹，又怎能一直延续下去呢？之前2次幻化成人，连巫山都没能走遍，这次能走这么远，还能遇到大家，上天已经待我不薄了。难怪阮妹妹每次施法后都会晕倒。既然知道自身灵力散逸，为何不肯告诉大家？是啊，早知道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让你频繁使用法术了。哎呀，你们别唉声叹气了。自从有了绝微长老赠送的玄血藻晶，我的灵力散逸已经变得很慢了，说不定啊，我比你们都活得久呢。阿阮，小子们，这木塔几经变迁，没有坍塌已属不易。此处不宜久留，有再多话，等拿到剑心返回路上再说吧。好，牧师就在前方，剑心就在里面，我们快点过去吧。